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大主题，伊朗全面开挂。今天来看到的是无人机升级之外，海巴尔狂轰，还有它的肩射飞弹来做伏击哦。美军的部分包括它的武器 ATACMS、PRSM 都已经快速的耗尽了，包括了萨德跟爱国者，现在说也见底了。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收费站的方式，已经正式出炉了。这样的机制到底是如何来运作呢？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密好，观众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干哥，思密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我们的环球大战线的这个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欢迎观众朋友帮我们按下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战友。今天一样的节目一开始前，先帮我们节目按赞，并且分享，留言区写下思明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一样我会来亲自的做回复。现在来看到的是中东战局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反转，因为来自于美国的情报单位最新的研判，在这一场跟中东地区不同的战争，就是在这一场的俄乌战争了。俄军把乌克兰在这一场战争当中所学到的东西，大量的实战的经验，给他套到了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上面去了。那么他是怎么样来做的呢？乌克兰当时在跟俄罗斯在跟乌克兰打的时候，包括了乌克兰祭出它的电子干扰啊、防空拦截跟战场反制。现在呢，俄罗斯都把这一套东西给全面学起来了。怎么学呢？包括了说，每一次乌军来做干扰的时候，俄罗斯就会修正一次它的导航；每一次被防空系统击落的时候，俄军就会调整它的高度跟航线。那么每一次成功破防有关于这个防空网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经验复制到无人机上面。所以现在等于说这一套实际的作战系统，俄罗斯已经完全的都把它交给了伊朗，尤其是用在无人机上面的使用。大家以为说难道只有无人机吗？事实上，俄罗斯提供给伊朗的远远不止于如此而已，还包括提供给伊朗它的这个长程的打击能力，提供的就是这些目标的情报跟作战的经验等等。好，这个是来自于美方最新的消息。再来，我们看到伊朗还有透过飞弹继续的快速的攻击美军的前线基地，这当中包括了今天特别来看的海巴尔破坏者飞弹，射程大约是1000多公里，机动性非常的强，而且它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利用卡车快速的移动部署发射，美以很难提前锁定到他们的发射阵地。再来就是它的末端的机动性非常的强，而且非常的快速，是让美国的防空系统几乎是没有办法把它拦截下来的。最后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廉。刚刚讲的这一切都是伊朗在攻势上面的一个优势。现在来看到伊朗在守势上面又有什么样的攻势？因为呢，伊朗在过去这场战争当中，它比较大的弱点就是在它的低空上面的防空系统了。所以它现在怎么来做补强呢？我们先来看到伊朗这边跟中国大陆采购了250套，这个叫做前卫12，总价高达了9000万美元。那么预计呢，还除了前卫的之外呢，另外一个防空系统还有说，在接下来几周之内，就会从中国大陆这边来进400套的中置人吸式的防空武器系统。我们先来看到第一款这个武器这个前卫12，它有哪一些重点？包括的射程部分高达了6公里射程非常的远，那么射高4公里，具备抗电子干扰的能力，可以低空的打击，包括了直升机、无人机、巡弋飞弹跟战机等等。那么现在美军最担心的事情是说，如果它有数百套这种类似的肩射飞弹的话，代表伊朗可以在低空慢慢的部署，把它全部布满，那么到时候就会布满各式的伏击点在他们的低空的这些空域上面了。另外一方面，乌克兰看到了现在伊朗的强势进攻，现在是怕了吗？我们要来看到最新消息乌克兰打击了一艘涉嫌运送俄罗斯跟伊朗的军事物资的船只之后，伊朗就说好，没关系，你敢打是不是？那我就要来做报复了。结果没有想到乌克兰立刻是道歉，并且认错了。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请教委员怎么看伊朗现在的攻击端有升级版的，刚刚我们特别提到了这个无人机，有俄罗斯交给他的这个无人机，还有俄方的情报机构，再来这一款海巴尔飞弹。那么在手势上面
防守的守，则有中国制的这一种肩射飞弹，补足在低空上面它过去的弱点。这些武力对于美军来说，接下来会构成多大的立体性威胁？委员怎么看？对，很显然的，伊朗在过去这20-30年所准备的这个对美国作战的一些相关的方案跟计划，在这一次的美以伊战争里头已经得到了印证了。那么也看到了这个成功的状况。那么伊朗在最早开始的时候，它是用以下式对上式的方法所以你看到伊朗用了很多低阶的导弹跟这个大量的廉价无人机。用下式来瘫痪掉了美军在这个波斯湾当时这个最引以为傲的雷达防空系统，甚至消耗掉大量的防空飞弹所以你就会看到美国现在的这个爱国者飞弹从战前的2200到2330枚，现在已经快速的减少了65%了只剩下大概759枚到827枚那这个量已经是少到大概仅只能够这个维护美国本土跟一些重要的基地了。那么从哪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呢？从大家如果看另外一则新闻，其实俄罗斯在前几天对乌克兰基辅发动了一波大规模的打击，那一波他射了35枚导弹然后发动了185架的无人机，结果这个乌克兰的基辅只拦截下了1枚，34枚都击中了。为什么只拦截下1枚？因为爱国者飞弹没了。就没有足够的防空飞弹了，所以大家就可以了解说，现在美国在这个防空体系上，爱国者飞弹已经吃紧。萨德在战前有452枚，现在只剩下最多到278枚，减少了将近30%到50%之间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位知道，爱国者飞弹一年只能产183枚然后呢，从下单到交付要3年半。所以你现在要补足，恐怕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想要去做这个战力的投射的时候呢，这个伊朗又非常有效的去打击了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地区的基地我曾经帮大家盘点过一次嘛，从波斯湾一路打到了红海所以现在美军的 F-35只能用以色列的基地起飞了，因为约旦的基地已经瘫痪了。那这个波斯湾沿岸的这些，要么就是不给美国用那么要么就是已经被打烂了所以美国在兵力投射上也有问题。那么更不要讲说美国自己的攻击力量也发生了匮乏的状况。我刚才说兵力投射有问题，你的空军没有办法快速的去攻击，然后去轰炸，但是你远程的攻击也有问题各位知道那个战斧巡弋飞弹是美国最爱用的，在战前美国大概有3000枚到4500枚。现在只剩下2000枚所以耗掉多少？耗掉1000到1500枚所以战斧飞弹要回到战前的水准，要到2031年美国才能够补足的所以在这个时刻，你要用这个战斧飞弹去攻击有困难，你要用空军去进行轰炸也有困难，然后再加上刚才思敏给大家提到的，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低空的防空这个系统上也卖到了伊朗去，所以伊朗也补足了它低空防空的这个能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美国的空军到伊朗上空去执行攻击和打击任务，是一个很冒险的行为那么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战场里，美军现在已经几乎陷入了一个想不出任何办法的一个困境了，所以川普才会要求他的内阁各位说，有没有一些有创意的方法可以解决现在这个状况，可以尽快让伊朗来进行谈判。现在已经走到要有创意的方法了，各位就可以了解说，传统的作战的一些相关的手段，基本上川普已经都用尽了，所以现在美国对伊朗这场战争已经是束手无策了。好，对，特别是在美军的空优部分随着这个伊朗方面，它不断的强化它在空中的优势，来自于俄罗斯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技术，还有来自于俄罗斯的各种情报系统，甚至是无人机之后，我们看到美军的空优现在在消失之外，包括了它的这一些防空的相关的武器正在消耗殆尽当中。如果有人刚刚帮我们统计起来包括现在爱国者飞弹损失消耗的幅度已经高达65%，萨德消耗大约是80%。另外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是比较是防御性的武器。那如果来讲是攻击性的武器，其实也在快速的消耗当中。特别今天看到的是消耗了大量的2款陆基型长程精准武器，包括了他们很关键的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还有另外一款是 PRSM 精准打击飞弹。这些武器对于美军来说之所以特别重要，因为它可以远距离的攻击伊朗的它的眼睛，包括了它的飞弹，
它的雷达系统等等，还有它很重要的指挥中心，现在这些不管是攻或守的飞弹都已经呈现不足了。所以呢，来自于知情人士特别讲的，川普之所以在几周前，在近期突然间要停止这一场对于伊朗的攻击，原因就是很多的军方高层告诉川普说，我们现在的武器已经不足够了，没有办法再继续这样子大量的消耗了。干哥怎么看？大千说什么最有创意，要用有创意的方式能不能解决伊朗？那就派地面部队嘛，最有创意了，最原始、最有效。你行吗？你做得到吗？你要花多少钱？你要花多少兵力？你要冒多大的风险？因为地面入侵的话，那就是就实打实了啊！你要上了人家的岸的话，那你就要考虑到的层面可能会有几百项，而不是派飞机去。现在连派飞机都很危险的，为什么？因为伊朗的防空系统经过中国的加持以及俄罗斯的支援之后，你会发现进得去不一定能够出得来，所以现在就变得说，爱国者飞弹是很重要的。可是美国已经耗掉了65%，耗在哪里？耗在俄乌战场，因为俄乌战场用掉太多爱国者。乌克兰国防部到最后说不可以再用爱国者了，为什么？用爱国者这样的飞弹去拦截见证者136那种无人机，那简直是你就说我今天杀鸡要用牛刀，那我去拦这个低阶的无人机跟飞弹，我却要用非常高级的防空飞弹去拦，所以这样子永远不是一个划算的举动。那现在我们特别要讲到2种飞弹，就是大家很熟悉 ATA、CMS 陆军战术飞弹，是在俄乌战场上面大放异彩。乌克兰军方用了这飞弹之后非常满意，它的射程是300公里，然后乌克兰一直很想拿来打哪里？拿来打那个莫斯科，但是美国说绝对不可以打莫斯科。好，陆军战术飞弹因为在俄乌战场上的成功，所以让美国更加的快速去研发一种能够取代它的飞弹，叫做 PRSM， 叫做精准打击飞弹，它就是要取代陆军战术飞弹的。那 PRSM 这个飞弹呢，不能再给你乌克兰了，为什么？它太贵了，因为它刚刚服役，于是就用在了史诗怒火，也就是2月的史诗怒火，是因为它还在什么？它还在试验阶段，它不是真正成军，但是后来打下去之后，发现 PRSM 非常好，非常能够满足军方的要求。但是 PRSM 从2021年开始量产到现在，只不过380枚而已。所以你大家要晓得说，怎么那么少？因为国防会计年度它有预算的，然后1年只能够生产100多枚、100多枚、100多枚。那现在突然打掉了多少？快要300枚。所以 PRSM 它甚至才刚刚成军，它就已经打掉了德黑兰非常多。据信哈米内伊就是他的那个前领导人，很可能就是被 PRSM 给打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根本就弹药是不够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诺完全要全面扩大生产线，但是实际上是做不来的。为什么？就算你现在有钱去建厂，但是你没有人去生产，这些都是环环相扣的问题。所以大家看到这边为止，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美国现在面临这么大的问题。那刚刚也有提到，战斧飞弹，战斧巡弋飞弹，其实老实讲是美国，武器库里面最多的，也是最通用，也是数量就是说最安全的。可是美国的后续生产没有跟上来，大家就晓得说，你一定要赶快跟上来。这些事情讲了都已经超过半年以上，可是川普的政府有没有真正在做？其实我们都观察到，没有真正在做。因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国防法案，然后他要赶快进行弹药库的补足的话，其实老实讲，要到下一个会计年度。到了下一个会计年度，对不起，伊朗的飞弹更多，中国的飞弹也会更多，这才是重点。好，那在这个之际美国武器库缺乏之际，
是不是等于说伊朗现在更握有谈判的空间了呢？尤其是伊朗最在意的荷姆兹海峡的这个谈判，目前还是跟阿曼一起来进行协商。那来自于《纽约时报》特别做的报道说，预估呢接下来很快的60天之内就会有一个新的协商的方案了。那现在根据了解，接下来伊朗可能会对这个船舶收取所谓的服务费。那伊朗还说呢，接下来这个服务费的收取船舶费用是我跟阿曼去分的，而且是5-5分。那你美国呢是完全的排除在外，非常的讽刺。国际危机组织伊朗计划主任他这样说，他说如果说真的伊朗接下来跟阿曼达成了一个协议之后，德黑兰的战略地位将会胜于战前，那代表美国中东霸主地位已经慢慢的不在了，甚至说大倒退吗？上次哥怎么评估？好，这几天呢，国际油价就迅速的回落到大概81块美金左右。然后除此之外，黄金也回涨哈。那么这个状况都是因为感觉起来这个消息就是荷姆兹海峡是不是要稳定可以通船的呢？这个消息最早其实是来自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那贝森特在接受美国的一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就问他说荷姆兹会不会开？就贝森特，大家可以去上网去看一下。贝森特说很快就会有一个具体开放的结果。你知道他整个过程结巴巴到一个难以想，然后之后就觉得他那个结巴巴，然后又说不确定等等的。但毕竟还是贝森特话一说，所以刚刚讲马上就油价就下跌了。然后马上美国当中就有媒体披露说，这个部分伊朗跟美国可能会谈到一个60天的自由航行的可能性。现在大概国际间来自于美国方面消息都这么说。好。但伊朗马上就说完全没这回事。现在唯独在进行的就是他们跟阿曼的谈判，但是现在有没有谈判继续到收钱啊？只是说会有一个新的航道，也就是说现在旧的航道可能会推翻，所以这个新的航道感觉起来他们表示谈的有点复杂一点，让外界不知所由啊。但无论如何，现在看起来的话，伊朗还是想尽办法要把荷姆兹海峡这个通航权要控制在他跟阿曼，尤其是他自己的手里。那这个做法就基本上就等于是打了美国总统川普脸，也就是说，这次的美伊战争，如果最终荷姆兹海峡是在伊朗的控制手上，美国基本上等于输掉一半了哦。而且不得不说，这整个过程里头可以看到，从伊朗在这次战争以来，他是美国打他的，可他在军事上当中越打越好。各方面的这个打的方式啦，无论炸美国空军基地、打中东的其他的美国盟国，乃至现在越打越有新武器。军事当中，这个战略跟战术跟武器都很厉害。其实当然厉害的部分就是经济手段。荷姆兹海峡控制这件事情，过去大家都不知道荷姆兹海峡的严重性啊，但这次基本上就让这个美伊战争抓着这个经济跟能源的命脉，号令全世界的经济的动荡来一起对抗美国。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政治手段。我们看这几天除了这个美伊战争的这个零星炮火之外，伊朗在做什么事呢？他打电话给很多的国家，包括英国、包括乌克兰、包括保加利亚、阿塞拜然等等。那么这几天呢，其实就是包括英国、包括乌克兰都回话来跟他讲说，他们不会介入接下来美国最后川普的这个终极战争哦。所以你看看这个政治手段就不止在打仗而已，他用放狠话。你看乌克兰最后是泽伦斯基跟他道歉呢，而且泽伦斯基也表达说会赔偿他们在里海当中炸了这个伊朗的部分的船。现在要让泽伦斯基低头是多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你看，伊朗从军事、经济乃至于政治、外交穿梭手段，可不只有在战场上的表现而已。好，谢谢尚志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